您好，我来取一下那个蒋小涵的报告。你是他家属吗？啊，我是他家属。拿着报告赶紧去找主治医生看看吧。一凡，一凡，一凡，你听我说，一凡，报告出来了，你给我看看。住院部的报告也需要你过来取。不通常人家都会直接送到病床上吗？你是有多担心啊？才火急火燎自己跑过来取。咱们回家吧。回去干什么呀？你那个想花一辈子、照顾一辈子的女人，不就躺在那儿吗？照顾她就行了，真的挺好的。你当她的家属吧。祝你们幸福。小凡，妈觉得你太冲动了。我的儿子我知道他现在是摇摆，没骗你，我知道你也骗不了你，就是原则问题，雨明绝对不会碰。你再给他一点时间。不是，你听我把话说完行吗？喂，怎么说呀？他说雨明要是对条款有意见可以改，然后说忙就挂了。怎么，就这么散了？哎呀，妈跟你说啊，不管你对小涵多崇拜，你现在必须马上出马，想办法让他撤了。妈，又怎么了？你嫂子已经把这离婚协议放在家里了。妈，我现在没心情管这事儿。不行，你必须得管，都到什么时候了你不管？不行，快点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不说了啊，挂了。一个也指望不上。哎，你什么时候跟多良哥钓鱼去啊？这回该你出马了啊！喂，嫂子，嫂子，你说我怎么办呀？我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到现在才知道？你没反应啊？我3个月才来一回，而且我问过医生了，说有的人怀孕3个月没反应。你还问过医生了？哎，你这段时间不是跟保时捷大叔，就是跟马宽，你怎么那么不自爱？不是，跟他们都不是，我跟他们什么都你没有。跟我撒什么谎？到底是谁的？是不是马阔的？你先帮我想想，我该怎么办嘛？我知道你不靠谱，真没想到你会这么不靠谱。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不知道爱惜啊！哎呀，嫂子，我知道错了。你好好的，我哪知道？听不见？我这怎么对呀？是。哎，你这不对。哎呀，这样这没报告。
我想问你，这鱼要上钩了，这竿儿什么感觉啊？你这竿就沉了，沉了以后呢，你就往上带它，一直把它拉上来呀。哦，知道。亲家母，您这是干嘛来了呀？您怎么莫名其妙的跟我套近乎，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。这，你看你这说的，我不是跟你莫名其妙，我这套近乎，是这俩孩子，你看咱们这当老的都管不了了，所以我是觉得咱们之间必须要团结，是吧？聪明姐儿，我跟您之间呀，没有什么好团结的。这俩孩子既然这样了，那也很简单，那就是离。怪不得江一凡这态度呢，这您给吹了风了。我吹什么风了？他什么态度啊？你还讲什么态度啊？现在啊，一凡要跟雨明离婚，那离婚协议书都放在家里了。我这么跟您说吧，亲家母，他们俩之间的这件事情啊，我太清楚了。我问你一句，这个小韩现在怎么样了？不是亲家，咱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，他们俩分开那会儿，您说让雨明这辈子就完全把小韩忘了，这不可能，我也不信。你算了，这事儿现在都过去了，提他干嘛呢？我今天是想让您也跟着想想招，怎么咱也不能让这俩孩子这么着就散了，我是这意思。那个亲家啊，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啊。哟，小雪，哎，依林姐，昨天那个王先生，咱不约好了今天这个点儿去他那儿一趟吗？你替我跑一趟。行，我现在就去。好，谢谢啊。你结婚之前，姐就跟你说过，人一过了30，都是一本书，雨明也是。那个时候我就劝过你，他这本书你才翻了几页，先别着急嫁。可你不信，结果现在呢，是不是这本书越翻发现问题越多呀？所以我现在决定把这书扔了呀。那扔了以后呢？好好跟人聊聊。哥，要不你跟我一起回去呗？协议看了吗？看了。那没问题就签字吧。咱俩没到那一步呢。你别自欺欺人了，王玉明。签好了再来找我。一会儿到了我家你就当恶人，说你不管。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你闭嘴！你俩上车。那个，爸妈，看这事情都已经出了，要不然你们说句话，表个态。都给我走啊，走得远远的。坐下。爸妈，我知道错了，不过这事儿我们自己能解决，您能不生气了吗？我没生气啊，你妈高兴着呢。这么好闺女，我生什么气呀？啊，你跟你哥都做得挺漂亮，你们俩从小到大，我没这么满足过，我没这么快乐过，行吗？一个结婚不到1年就要离婚，一个没结婚就有孩子，这都叫什么事儿啊？按你们年轻人的话说，这叫前卫。
现在社会流行前卫，妈为你们这前卫鼓掌啊！我喝彩啊！我为你们自豪，行吗？妈，你甭叫我妈，我不是你妈。不说话。你俩刚才说的什么协议？都到这一步了，赶紧上班去吧你！为小丫这事儿你都耽搁大半天了。哎呀，我都已经请过假了，你赶紧说，还有没有挽回的余地了？我去医院复诊，看见他正在给他拿保费单，是不是挺尽心尽力的？江大律师受不了了。我不管他跟小韩到底到了哪一步，但最起码他心里到底有没有我，这事儿我已经很清楚了。死心了。如果换做以前，我肯定让你俩分手了。但现在不都结婚了吗？要不再想想？想什么呀？有些人就算你给他机会，他也不一定抓得住。搞不好看都看不到呢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也不劝了。我知道你道理都懂。以后啊，这儿就是你的家，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以前老催着你结婚，怎么没发现你这种单身公仆对我这种有夫之妇还是挺重要的呢？你才知道，你看看像你们这样的，有几个还可以出去撒泼卖萌的？在婆家呢，说多错多；到了自己父母家，你说多了又怕人家担心。还是我们这些公仆最靠谱吧？难道不是吗？行了，来，抱抱。说吧，怎么解决？妈，我没问你。哎哎，别做小动作。这孩子我要。姚小宝，你没事吧你？你想好了？你看他干嘛呀？你怎么想你怎么说呗。哥，您能不能不管这事儿啊？您那边还一摊子事儿呢。管的就是你的事儿。想好了。小宝啊，你这个态度还行。既然已经这样了，我没什么意见。谢谢伯父。这，谢谢。你甭给我鞠躬啊！您先坐下，别跟我这晃，晃得我眼晕。你们家哪儿的呀？东北的。爸妈干什么的？都是中学老师，快退休了。那你现在住哪儿啊？我在单位附近租了个房子。那什么，妈，那个小宝的意思是说啊，他也正准备买房呢。不是，你这一个月多少工资啊？你买房子？这我哥不是最清楚了吗？他就一 IT 民工。怎么说话呢？我也 IT 民工，我现在不生活的挺好吗？你要是买房子，那你们家是不是能？是这样的，我从大二开始就不找家里要钱了。哎呀妈，甭管他们家干嘛，住嘴！你这事儿啊，让你哥把你那边东西全给我拉回来，从明儿起你在家给我住着。你们俩的事儿我再考虑考虑吧。不是那什么妈，小宝啊，人不错，挺好的。错不错？我长着眼睛呢，我没瞎。
那么不如你意吗？不是你的问题，全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是我自己不好。我还没准备好结婚，没准备好生孩子，我根本不想过这种生活。但是你们非逼着我，你们就是要逼我，你们就是要逼我。你要是真觉得我那么不如你意，我不勉强你。真的？太好了。对不起。哎呀，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。你不会怪我吧？对了，你哥还在下面等着我们呢，你下去吧。这个杨小宝就先放赵元那儿吧。赵元他养过狗，等你那边安定了，你再去抱他。妈，知道错了。您真忍心看我以后过苦日子啊？这还不是你自己造成的。那您不是也看不上他吗？我看不上管什么用啊？谁让你把事儿都弄成这样了你？其实这个孩子也不一定非得要。我什么时候把你教成这样？那您真决定了？出去，出去！你别烦我，去！出去！您要是真决定了，那要不明天咱们去他那儿看看？又是杨妈妈家常菜啊！对，我看你啊，每回吃挺干净，你应该喜欢吃这口。哼，看什么呢？这是韩剧啊？我太闷了，让护工帮我下载的。哦，哎，我记得你以前挺鄙视韩剧的。我也奇怪呢，最近还看上瘾了，挺喜欢的。行，你先看着啊。我给你回信了。啊？什么？现在回还来得及吗？
什么呢？你真的要放弃啊？我还没想好呢。你要是现在放弃，我就看不起你。你懂什么呀？你懂？我就问你，你还爱不爱嫂子？废话，我不爱我跟他结婚干嘛呀？那就好办了呀。好办什么了呀？你没结婚呢，你不懂。我告诉你，当初刚结婚那会儿啊，他是我对婚姻的全部的憧憬。他跟那小韩呀完全不一样。当初跟小韩在一块儿的时候，那种憧憬啊，是另外一个世界，另外一个环境。那你现在到底是对婚姻的憧憬失望了，还是还留恋着小韩姐呢？应该说你嫂子呀，对我失望了。这跟小韩出不出现的没关系。就我现在的一言一行吧，已经让我们俩有了巨大的沟通的障碍，再加上小韩出现，他就对我彻底失望了。这种压力是巨大的，真的，每一天这种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，你懂吗？我不懂，我只知道你现在放弃，你就是婚姻当中的失败者。是，我是个失败者，我承认我是个失败者，行了吧？但是我已经尽力了呀。有的时候你还没来及反应，那事儿就已经开始了。那个推动力就像滚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大，越滚越大，你是无力阻挡的，你明白吗？王宇明，你既然已经知道有问题，你就应该主动去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动不动就放弃。你作为一个男人，你不能向失败低头。你劝我的时候不是一套一套的吗？我告诉你，旁观者清。你懂什么？你没结婚呢？哥，我上午说的有点过啊。你干嘛去啊？出去溜达溜达。回来挺好的，就别跟宇明再闹了啊。我就是回来看看你们。
可能你不太爱听，别往心里去。妈是觉得2个人能走到最后，不是因为都没犯错误，是一方想放手的时候，那方得拼命地抓着，不管是对还是错，以后再说。你要这个时候你一赌气你就把手放了，哎呀，别说你跟雨明了，就是你们俩真离了婚，你以后跟别人也容易分开，对吗？啊，您说的这些啊，我都懂。就是人的心都飞走了，还怎么抓呀？嫂子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。没事儿，本来就跟你没关系。怎么样？你心情好点没？我刚去医院做了手术预约。啊，今天呀，不是下午吗？啊，不是，那个，我就是想跟你们确认一下，如果你们要是倾向于和解，我没意见。好，那行，那下午我们直接谈。干嘛和解呀？告啊！我也想告啊，我这都已经准备好了，胜算也大。可问题是启明那边资金周转困难，也不是1、2天了，就卡这节骨眼儿上。钱来了，他们就活过来了。要坚持告下去，说不定时间到了，这公司也破产了。现在瀚海啊，就吃准了这一点。所以现在打的就是心理战。瀚海他们也不是着急把解决这个商标问题，把产品推向海外吗？启明那头打算要多少啊？还不知道。你觉得多少有谱？得下午谈了才清楚吗？前一阵儿工作狂，这一阵儿工作忙，上午下午记不清，要多少钱心里也没个谱。情绪在低落与亢奋之间摇摆，这几天尤为的明显。有事儿。是有点事儿。小丫儿，别扯别人，说你呢。王宇明在离婚协议上签了个王字，我写了个江一凡，所以呢就差2字儿，我就自由了，跟你们一块儿当单身公仆。Give me 5！别瞎闹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装坚强呢？你姐知道吗？发什么呆呢？都过点了。嗯。要不，你今儿别去了。没事儿。喂，妈。哎，怎么样？这次结完婚，你觉得小宝？还行吧，有个免费的厨子，做饭做的还行。有口福啊，我闺女。那个妈嘱咐你啊，你这脾气你可得好好改改。这都快当妈的人了，就得有个当妈的样儿，听见没？哎呦，知道了。我还没准备好就被你们逼着当妈了。好好过日子，别总往回跑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回去的。不是有杨小宝的吗？挂了吧，挂了。来，小叶来，尝尝。怎么样？还行吧。啊，就还行啊。行，我
再继续努力。啊，对了，我在网上啊订了一套孕妇装，然后还有那个几本育儿的书，可能一会儿就到了，到时候你帮着签收一下。我什么时候成收快递的啦？这个没注意到，以后改正，我让他们寄到公司。好，来，咱们多吃点。吃，就知道让我多吃点。我吃成个大胖子你就高兴了。你现在吃啊，就等于是宝宝吃，是吧？等把宝宝生完了，恢复的可快了。别生气呀，你这生气啊，这宝宝就生气。烦死了，我的生活全被你打乱了。不烦啊，要不这样，你消消气，你打我2下，看我哪儿肉多，往哪儿打，手不疼。袁小宝，哎，你的好脾气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啊？坚持到你心甘情愿的做我杨太太，然后心甘情愿的生儿子，然后儿子再生孙子。想得美。那你就慢慢吃，吃完了以后就什么也别动，等我回来收拾啊！我先上班去了。赵元，水呢？来啦！哎，一凡姐，快递咋给你送过来的？啊？我没买东西。你上河里打水去了你啊？哟，这什么呀？不知道，早上来一快递。送你的礼物吧。这什么呀？摸着像是钱，这上面没写，但应该是瀚海送的。这2天他们一直想要约我，给我打电话都没回。估计他们见不着你，所以急了，直接送这儿来了。什么意思？贿赂你让你放水啊？不是，这启明那边知道吗？今天你自己必须要亲自把这事情处理好。这事儿过了今天，这事儿就说不清楚了。行，我陪你去吧。不用，我自己去。别走了，当心点啊！他一个人带那么多钱出去行吗？在家。结婚让我等，离婚也让我等，是吧？那么你再给我2个月的时间。对不起啊，我不会把时间留给你，让你去比较我跟另外一个女人。就今天，你赶紧过来吧，我等你。我们真的走到那一步了吗？时间它可以……不是不给你时间，王宇明，我真的不想每天在这边想你在干嘛，你在哪儿，你跟小韩到底怎么样了？我跟小韩哪个人在你的心目中最重要？你应该比我清楚吧？是我相信我们爱过，对，我们也快乐过。我也相信你对我的爱，这都是真的，我真的特别相信。但是在小韩面前，我觉得胜负已经定了吧。我也不想再纠结了，我也不想每天在这边挣扎了，你赶紧来行吗？我真不像我姐，我没那么坚强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赶紧过来行吗？你赶紧过来，我们早就把这事了了，行吗？
那他每年都体检吗？对，每年都体检，但没说有什么问题啊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刚醒。哦，哎，什么问题啊？疲劳过度、脑供血不足、情绪起伏，这些都有可能。我建议啊，还是留院观察一下。你醒了？我不住院，听医生的呗，就1、2天。一凡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。行了，你别说了。我包呢？我得让马金给我把钱送过去。哎，老婆，那个，我真是问过了，人派出所说呀，没有人捡到送到派出所。老婆，你别着急啊，好好躺着。你先告诉我，一共有多少钱呀？那袋子谁都没有打开过，谁知道有多少钱啊？那你就告诉我一个大概的数字。大概10几万吧，今天就得要。算了，这事你别管了，我自己想办法。不是你能想什么办法呀？找你姐姐要。他帮的够多了。你放心，反正不是找你，你也管不着。看你这话说的，那我现在我可能不管你吗？是不是挺后悔的？没有拿到离婚证。不是一凡，咱俩能不能别一张嘴就呛呛的说话，行不行？因为我不想再跟你纠缠了。反正打从一开始，你也没怎么担当过。所以现在我俩也别矫情。这事儿我自己负责，你管好小韩就行了。哎，郑鑫，哎，我问你，现在啊，那个公司，现金有多少钱？啊，你这么着，你把那现金啊都给我带上，我要用。哎，陈涛，那天你不跟我说你想着急买辆车吗？啊，我那车你还想要不想要了？我急等着用钱，你要的话呢，车我就给你了。对，要不咱俩今天办一下过户手续？就是急等着用钱嘛。那成，这么着，咱俩过户大厅见。喝点吧，养好了身体，才有力气去处理别的事情。怎么处理啊？我连丢了多少钱都不知道。肯定不下10万。别人瞎猜啊！你说你也是，非得这时候折腾。启明那边来电话了，要约你见面了。啊，那我打个电话告诉他。哎呀，算了，他们这么一闹，再加上瀚海公司弄出这么一出来，你说今天这例会你也参加不了。哎，没事儿，你别琢磨了啊，好好养病。怎么办呀？哎，行了行了，那个黄老大会处理的，那钱的事儿你不用担心，我们想办法啊。怎么想办法？这么多钱上哪儿弄去啊？我卡里啊还有定期，一会儿去解冻一下，10万肯定有的。
那个，我吧这些年存了点私房钱，大概能有15万左右，肯定够了。不过啊，谁也不许告诉你嫂子。我也有，一凡姐，你放心吧。谢谢你们。怎么了？这么急啊？哎，回头跟你说，走走。不是，你要是着急，我就先把钱给你打过来。不是，咱俩先把手续办了，办了之后呢，就踏实了啊。来，这套手续归你了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哥啊，你别着急啊，我先给我媳妇打个电话。嗨，媳妇儿，咱卡上那钱不是说今天到账了吗？哎，你什么脑子呀？你可坏别人大事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？啊，行，我不火，你也别火了啊，回家说吧。哥，我这边有点小状况，你听我说啊，这个钱今天本来是到账了，然后我媳妇拿去做理财，她把时间记差了，这还有20多天才到账呢，所以这钱就一时半会儿过不来，要不咱俩把手续办回来，然后卖别人得了，卖别人吧。那什么，不用了，这样吧，你那钱到期了，你再给我吧。你媳妇儿大着肚子，没车也不方便。我给你打一欠条。不用，咱俩这关系还用这样吗？这么着吧，咱先回医院。哎，钥匙给你啊。怎么了呀？我这刚发了工资，交了房租，还有几笔款没收回来呢。这儿就1万多块钱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，谢了。那我先回去了，有事打电话吧。走吧。过来了，哎，钱都已经还上了。啊？他知道你公司的情况，所以不会怪你的。赶紧上去吧，跟他说事情都已经处理完了，让他安心的休息。把这个带上去，拿着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上去啊！谢谢啊。对不起啊。不用跟我说对不起。之前我跟你说我丢了10几万的时候，你没说话，中午也没来，我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。我吃完饭一个人爬起来洗碗，那时候觉得头特别晕。你在照顾小韩的时候，应该没有让他洗过碗吧？要是他跟你说他丢了10万，你一定会跟他说，没关系，交给你，对不对？
事，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。反正明天我就要出院了，你也不用照顾我，去照顾小韩去吧。你要在这儿啊，我也好不了。我也不想再晕倒在大街上了。出这么大事儿，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啊？没事吧？现在？没事儿，这不是有马静吗？他是你姐，我是你姐。哎呀，姐，你吃素啦？哎，刚才忘了告诉你了，河马皇说了，启明那个案子推到30号。啊什么啊呀？让你休息一下还不好？就你现在这身体状况，再出什么事儿可怎么办呀？这案子你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，打的就是心理战。你现在这样去，肯定得吃亏。这河马皇平时看着嘻嘻哈哈的，没想到心还挺细啊！哈，行了，走吧，我送你们回去，别杵这儿了。雨明没来啊？姐，你又要开始给他上课了？这什么叫上课？这是经验和教训。要是成为再生女，那可不是那么好玩的啊！姐，你能不说这个吗？河马皇不是给你放假了吗？这么着，姐带你出去玩一趟。去哪儿啊？温泉。那你们家怎么办？小莫交给他爸呀。别要是没时间的话，就放咱爸那儿。哟，这该看上书了啊？什么书啊？这是？你看，天才在左，疯子在右，国内第一本精神病访谈手册，心理学、哲学。哟，您这弄这么多书啊？设计心理学。9型人格，不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看这心理学的书了啊？我好奇呗，好奇自己，好奇这个世界，好奇物质世界之外的规律。你什么表情啊？我觉得以前的你啊，又回来了，这始终是探索。这个呀。也是精神病的一种。对你说的，行，看到你这样啊，我就放心多了。你过来看我，不耽误工作啊？耽误也得来看你啊。不对呀，我看你这样，好像有什么事儿吧？开公司嘛，哪儿都没事儿呢。你看书吧，我帮你打点热水去啊。帮我拿点药吧，营养神经的药没有了。行，我让大夫给你开。哎呦，真舒服。你再下来泡会儿。我的直觉是，你跟王玉明这婚离不了。你就那么怕我变成再生女啊？我就是就事论事啊。如果没有小韩这档子事儿，王玉明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你们俩呢，只要能迈过这个坎儿，继续下去，那就是幸福生活。除非你不想再结婚了，想一个人过，但这也不现实，对吧？你也说了，要是没有小韩这事儿，我跟你小韩这事儿就已经摆在了，你觉得这坎我能迈过去吗？再加上我跟雨明以前那些事儿，但是小韩这事儿，你有认真的去了解过吗？有没有站在雨明的角度去替他想一想呢？感情可不是非黑即白，很多时候，中间那点灰色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可是你啊，就是不能放下你那份骄傲，去体会这份灰色。每一个家庭都有这份灰色。我越来越觉得，婚姻真的不在于完美的开始，而在于完美的坚持。别想用事业来填补一切，家庭是第一位的。当然了，
还要看你自己到底是想要什么。我想妈了。长那么大，我就没见过她，在我心里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周围那些女朋友，每个人生活遇到问题，谈恋爱、结婚，都有我的妈妈在旁边陪着，帮他们支招。王小丫也是，就我没有。都是你在当妈吧？我对妈一点印象都没有，就看过她的照片，知道这是我妈。你想知道吗？你不是说你不知道吗？以前不知道，前2天在墓地偶然间听爸爸说到的。妈妈的忌日就是你的生日那天。我小的时候被医生诊断为得了一种什么样的不治之症，这样妈妈才有机会怀上你。她就是在生你的那天难产走的。妈妈走的时候只有唯一一个希望，希望你能带着她的那份爱，幸福的生活下去。妈妈小时候教我的这首歌，你还记得呀？巴鲁巴鲁巴鲁，嗦啷个哩个巴鲁，嗦啷个哩啦巴啦哩啦哇。嗦啷个哩，嗦啷个哩，嗦啷个哩个巴啦哩啦哇。嗦啷个哩，嗦啷个哩，嗦啷个哩个巴啦哩啦到了，醒醒。泡2天温泉，人都泡懒了。记住妈妈的话，啊。知道。我回来了。耶 ，no， 还有2天，还有2天，漂漂亮亮把这个活给我干好了，要不然我开了你。要完不成，我自己辞职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对啊。好，别到时候怪我心狠手辣啊。OK。哎，听说一凡前2天把钱丢了。嗯。哎，你把车卖了？卖了也没帮上忙。不会吧？车卖了还不够？我这刚买完房子，兜里面也没什么钱，要不然……哎，不用，你呀，管好你自己的生活就行了啊。还有，小丫最近没给你找麻烦吧？嗨，我这心甘情愿。哎，怎么着？有事儿跟我说。你没发现刘毅最近
工作不太积极了。本来我不应该这个时候跟你说的。你说一开始啊，大家来这个公司都是要有一个奔头，结果中间走了一个。你现在呢，心思又没放在公司上，公司要再这么运转下去，我怕刘毅也走了。这事儿啊，你就放心吧。忘了跟你说了，哎，你啊，把这个医院啊好好的了解了解啊。永恒医院，我准备跟这医院合作呢，给他们做一个叫电子健康档案。健康档案？哎，现在这个电子健康档案的市场啊特别大，咱们呢先从一家做起。我就想了，先从这永恒开始。这永恒啊，在信誉上特别要求品质，如果能够把他们做好了，其他的医院都会认。哎，这一单来的太及时了。你呀，趁几天也没事儿啊，把这个好好的了解了解，别回头跟人谈的时候啊，一问咱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你放心吧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所以那个不用担心，咱把这个做好了，什么都有了。对对对，忙起来，忙起来就有钱了嘛。差不多了。我刚查到一个消息，国外有一家公司也准备推出跟汉海类似的产品。对，是个好消息。我再核实一下。拼命三娘回来了，预计的价码又可以往上抬了。启明这回还真是走了狗屎运了。以前阴差阳错注册的商标，这回可是值钱了。刚要谈啊，这八竿子打不着边的公司又逼了瀚海一把。所以现在瀚海更着急解决商标问题，推出产品，占领海外市场了。江大律师，这回可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在帮你啊！河马王这回可是割了心头肉了。之前有多少人盯着这个案子？你要是做不好，他肯定从你身上扒下一层皮来。我像做不好了吗？还狂起来了！没把握的狂那叫可笑，有把握的狂那叫自信。退下吧，本宫还得赶紧把消息核实了，越细越好。行，那我就不打扰江大律师了。如果这个案子谈成了，即便你跟王宇明之间有个什么事儿，自己也有个奔头。我也想看看，我是不是只有事业就行了。加油！一凡，你懂的啊。我们俩也什么不说了，你懂的。怎么你们仨我突然就得都懂啊？赶紧的，别迟到了。走了。哎呀，姑奶奶呀，别给我弄砸了啊！哎，待会儿进去的时候呢，别紧张，有什么跟人说什么啊。我知道你都说多少遍了，不紧张不紧张，一会儿都让你说紧张了。哎，这单如果要是下来了，那咱们公司是要资金有资金，要资历有资历了。这我孩子奶粉钱倒是能不能不挠挠？我就提前高兴一下。好好谈啊，走走走走走。这回就放心，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帮你。您好，我们是广州启明。哦，江律师又见面了。手下留情啊，请坐。我不该就这样走远，假设了千万遍，又如何能改变？我们的这些天，我会想你的脸，怎么说再见？画面冻结在一瞬间，怎样才可以说服了我自己，彻底把过去在心底抹去？如果说那幸福不过都是错觉，为何有微笑留在照片里？
江大律师，再见。再见。江律师啊，我这公司啊，就算有救了。这个价位啊，我之前想都没想过。谢谢你啊，江律师。不客气，这我应该做的。不瞒你说，之前呢，我也有一个心理价位，但是比这个要低很多。原来我想啊，只要你能做到我那个价位，就算很不错了。这样客气的话我也不多说，请你吃顿便饭。我还是不去了，还想在这儿再坐会儿呢。啊，那我先走，见你，下次我们再约。好啊，下次再见。再见。江律师，啊，黄主任叫你接这个案子，刚开始我死活不同意。就这个数目啊，明天媒体都会上头条。江律师，你不仅让我一个人惊讶哦。谢谢。喂，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我说咱们公司现在又有资金又有资历了吧，对不对？我孩子奶粉钱解决了。哎，我想好了，到时候我就买一个农场，养一头牛。我儿子是一边挤牛奶一边喝牛奶，绝对纯天然。啊，做梦呢吧你？我就提前高兴一下。别太高兴啊！我这合同啊送回公司去，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你先别问了啊。哎，到时候我替你买头牛啊！江律师，你太厉害了吧！启明那边肯定给你跪了，绝对给你跪了。哎呀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。怎么着？我这被拍倒都不应该做。黄老大，我可还记得您当时是怎么说江大律师的？我记着啊，拉下来我就给你开了。我记得，就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你就在这儿说的。口误啊！采访一下，什么感受？什么感受？我就觉着空了老子。装吧你就！不是，你真不知道，我刚刚把那个合同签完的时候，我整个手心直冒冷汗，我特别兴奋，我就一个人站在那么大会议室里面，我就想。这事儿我得告别人，我得找人分享啊！然后就开始翻电话本，我电话本就开始从头翻到尾，我从头翻到尾，我总没有找着那个我可以打电话的人。今天才发现，人最大的孤独，并不是你一路走过来，没有人在旁边陪着你，而是历尽了千辛万苦走了到最后，居然没有人可以跟你分享。
船。哟，抱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买的黄豆，回去给小丫做豆浆。挺好。你来干嘛？找雨苗？他好像不在。这样，我帮你打个电话问问啊。最近好吗？还行。哎，你在哪儿呢？嫂子来找你来了。你俩可真行。那行了，你在那儿等着吧，嫂子一会儿回去了，拜拜。到你公司找你去了。你看你俩，别闹了啊！最近也别再折腾他了，这公司都差点办不下去了。怎么了？别的事儿就不跟你说了，就说人家把车卖了，把钱给你这事儿。你说那么大一老板，天天打车去办事儿去，可以了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啊，雨明没跟你说呀？知道，怕你担心。什么时候事儿？月初吧，具体几号我也忘了。哎，你听我一句劝啊，体谅体谅他，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，别总放在心里面解不开，啊。你见面好好说。那个你回来了，我刚才找你，你没在，咱俩一起吃个饭呗。啊，就是我想跟你说，我刚刚谈了一个项目，签下来了，然后公司有方向了。杨小宝不是说公司办不下去了吗？小宝他不知道，我这项目刚刚谈下来，我就拦了个车，直接奔你们律师事务所来了。结果你不是没在吗？其实我在来的路上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想，我想这话怎么跟你说，就是，其实刚开始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，我就想跟你说来着。你看啊，宇凡科技，这是咱俩一起建立起来的公司，磕磕绊绊到现在了，你是我唯一一个想过来分享的人。还有一凡，我不管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啊。我只告诉你一下我的答案，我不同意，我不能离开你。还有，如果你非要那什么，要不你打我一顿。这回要是你在卖车。你要说早一点，我一定会感动到哭。但是现在呢，你也别演戏了。我做律师这么久，打过那么多离婚官司，狗血的事儿也见得不是一次两次了。我也没想到今天会落到我头上。你也不用挖空心思转移了。那天没有离婚，是不是因为没有准备好？现在准备好了吗？不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转移什么呀？谁跟谁狗血了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那我去你公司找你。你说他这悄无声息的把车给卖了，是不是替你筹钱啊？那就把钱拿出来呀。他也知道我是借你们的，为什么不把钱拿出来替我还了呀？也是啊，难道是他欠别人钱了，着急还？像是在转移财产。打那么多离婚官司，以前客户头上的戏码，这回全落自己头上了。哼，那他这回来找你干嘛呀？演戏呗，拖着不离婚呢。现在公司也有了起色了，作为婚后财产，总得打算一下吧。
你这也太律师思维了。是我以前的思维太幼稚了，我还傻不拉几跑去找他，找什么呀？还有我生命里面走过一段，我不会再抱有幻想了。他要是对前面的离婚协议不满意，就让他改，改好了我签字就行了。凭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傻呀？即使你不在乎，但你爸还有你姐那边的钱不是钱啊？咱们这一行就是要为顾客争取最大的利益，怎么到自己身上就不会了？对啊，凭什么呀？你回来了，吃了吗？吃了。是不舒服吗？没有。明天晚上回来吃饭吗？依莲，你这样活着，你不觉得别扭吗？我没觉得别扭，你觉得别扭啊？我有点儿。我爸跟我姐给到公司的钱算作入股，比例我已经算好了，不算高。不是这什么意思啊？以前我觉得说的不清楚，但现在我觉得还是说清楚一点比较好。怎么了？不想签啊？签是能签，可是为什么突然间你让我签这个？你要愿意签就签，你要不愿意签就聊聊还款的事儿。我昨天晚上跟你说的时候吧，我就没太明白。不用装不明白了吧？要么你说的那些都是假的？你这是跟我赌气呢吗？嗯。行。乙方。乙方。本来我已经调整的差不多了，谁知道他们又……你还想过下去吗？这个家我已经经营了10几年了。那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以前对于我，李伟是躲着藏着，现在要反过来，我躲着藏着不妨碍他们。他们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不是还想过下去吗？
我还要忍到什么时候？忍不了，那就离。离，你就知道离。离婚是那么简单的吗？是有8层皮的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什么呀？恭喜你，正式入股王玉明公司。什么意思？离婚大战啊？姐之前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，你怎么这么固执啊？啊！拿着吧，王玉明都签字了。不会吧？我以为一凡那天来找你，你们俩和好了呢。和什么好呀？过来找我签了份合同，要用他爸跟他姐之前给我开公司那钱呢，算是入股。不是吧？他那天找你的时候挺高兴的呀。我就觉着呢，他已经做好决定了。不可能，你别那么想啊！一凡不是那种人。你想想啊，他要跟你离婚，他还得想好了分你多少财产，占你公司多少股份。不可能，他说离就离了，还让你签字。哎，你说，你和小韩那事儿让他一点安全感都没有。他如果想回来，他是不是自己得找个台阶啊？你等着吧，我估计他那份啊，他也得让你签字。这女人呐，在情感上没有把握的时候啊，就会装作在物质上要有所需求。我估计，这也是一凡自我调整的吧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觉得他可能也看不出来。你看你那样，股份可是让拿走1半了啊，你还能高兴得起来？我就告诉你，那天你没跟我一起回来，我就知道你肯定去找一凡了。正好一凡也来找你。我听说你在他们公司楼下的时候，我特别为你们高兴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就证明你心里面有一凡，一凡心里面有你，你俩根本就分不开，别乱想。是，道理是那么个道理，可你说，小韩那边我也不可能不管吧？谁让你不管了？管有管的办法，你以什么心态去管，以什么身份去管？你原来管，怕这个知道，怕那个知道，你现在就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去管，管多管少无所谓，但是你态度得明确了，这样小韩和一凡也都明白了，明白了吧？哎，我发现你管我的事儿都挺明白的，怎么到你自己那儿什么都不明白呢？别老是我了啊！管那么多我事干嘛？去，把这永恒医院这事儿给我处理了。我告诉你，家和万事兴，这家庭要和睦了，工作上的事儿根本就不是问题。你自己好好想想。